道家绝学《黄帝阴符经》堪称泄露天机，到底有多玄妙？全书不过300来字，却透露了一套完整的修仙方法。相传这是黄帝修仙得道的秘诀，书中到底写了什么？普通人也能得道成仙吗？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欣赏更多精彩内容。目前流传下来的阴符经整本不过300来字，虽然字数不多，但在结构上还是分成了上中下3篇。起初人们都以为这阴符经应该是一部兵书，可越看下去就越迷糊，最终就对它内容的阐释也就不了了之。究其根本，阴符经其实是一本修道之术，它全篇都在讨论的无非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当然，这一道理属于宇宙的终极大道理，因此人们也不是不可以将之运用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就拿诸葛亮借东风这事儿来说，风怎么可能借得来呢？只是因为诸葛亮通晓五行，算出了风要来，所以才能借来东风。所以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阴阳五行关乎的乃是宇宙的大道理。知晓了这个，那么对世间万事万物都能运筹帷幄了。据说皇帝正是把握了这个精髓，才写出了阴符经。不过阴符经的成书者尚有争议，其中皇帝说是认可度较广的一种。遗憾的是，他最开始流传的时候还不怎么受重视。众所周知，皇帝虽然能与道家思想沾点边，但进入大众视野的道家乃是以老子为核心，因此阴符经在汉代之后其实就走向了一个隐姓埋名的状态。等到东汉末年，佛教被引入我国之后，阴符经突然就被佛家人给发掘了。佛教人觉得这个书很不错，就试图拿下它的版权，就自告奋勇的在传道的内容里加入了它。也正是出于这个契机，阴符经开始为人所关注，并被宣扬为至上之法。事情发展到这，道家这才意识到自己错失了什么宝贝，于是道家也不轻言放弃，他们开始追根溯源，强调自己与皇帝之间的渊源，最后才成功的将阴符经的版权给拿了回来。阴符经回归道家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与道德经相媲美的存在，备受人推崇。道教的开创者张伯瑞更是直言，阴符经虽然才300多字，但就已经说明白了如何修道成仙的方法，而这一方法道德经却费了5000言。不难看出，这一评价其实是非常之高的。那么短短数百字的阴符经到底说了个啥呢？其中究竟蕴藏了什么天地之法，惹得张伯瑞如此发言呢？古人顶级修真秘诀，揭秘道的终极真相，颠覆以往认知。道家绝学阴符经把道德经5000言才讲明白的道理，用300余字就讲清楚了。书中强调的五贼是人得道最大的阻碍，那五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克服？阴符经开篇直言，人应当要循着道来发展自己。这里的道还不是道德经所言的道，毕竟皇帝出现在历史的时间可远远早于老子，因此阴符经中的道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宇宙规律。不过与当下人们认识不大一样的是，阴符经认为这个道其实是静止的，而人才是动的。这也是说，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活动去把握这个静止的道，一旦把握住了，那么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不得不说，这道理想必大家都明白，可问题恰恰是大多数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不是把握住了这个道，所以这就是阴符经的高明之处。紧接着阴符经就说到，虽然这个道是静止的，但它可不会随意让人给找到且把握。为了增加一些寻找的难度，道特意派出了五贼进行干扰。这里的五贼就是金木水火土5大要素，这5大要素相生相克，设下陷阱，很容易束缚住人们的身体和灵魂，甚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格。因此阴符经就提醒人们，真正有智慧的人就会识破他们的贼性，而选择利用这5大要素为自己的发展添砖加瓦。一旦贼性扭转，成为利于自己发展的要素，那么人不但可以不受自己渺小身体的束缚，还能自如的与宇宙交流，修成一个亘古不变的元神。到那个时候，这个亘古不变的元神其实就是一个拥有道的小宇宙，那么人们就不用再通过器官去观察世界，只需要倾听自己的内心，就能够察觉宇宙万物的变化。换言之，此时的修习者就是宇宙。试想一下，当一个人对世间万物的发展都了如指掌，这就算不是神的存在，也得是仙人的级别了吧？毕竟真正洞悉世界的人，光看一眼就能发现事物的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或许你会说，现实中人们所遇到的苦难根本就无法转换成动力，许多人终其一生都要困在阴影中。阴符经也考虑到了这一极端的情况，他说道，道很多时候会对人产生
杀机，这个杀机足以让一个人的世界天翻地覆，濒临死亡的地步。但没有关系，杀机只是杀机，并不是真正的杀死。只要经受苦难的人始终保持着一颗向善的心，始终对未来抱有希望，咬着牙度过难关之后，就会迎来新生。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换言之，杀机虽然很毒，但它同样可以转化为生机，只不过这一过程非常考验人的意志力、耐心。人的命运真的是注定不变的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能见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最终却没有如预料那般获得成功，反而沦为平庸之辈。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神童方仲永，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阴符经在这里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每个人的性本身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一区别并不能决定日后所有的发展。这里的性指的是什么？阴符经认为，每个人的性，也就是资质，其实是不一样的。对相同的东西，有些人参悟的速度很快，有些人就比较慢。不过资质有高低，并没有什么关系。修习最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关键——定心。为什么阴符经会讲究定心呢？原因很简单，在阴符经看来，一个人身上有9窍，这9窍是可以帮助人们达成与外界的沟通，这本来是好事。可奈何一旦沟通过多，或者是接收到了不良的信息，就会对人的心产生影响。试想一下，如果方仲永没有天天被大家夸天才，或许他的结局会不一样。更别说在这个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一旦某个人有点什么超乎常人的本领，就会被媒体、周边人大肆曝光。曝光之后，这个人就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做自己，而是在夸耀中丧失了本心。阴符经提到，当一个人无法定心的时候，影响可大可小。简单来说，无法定心的首要受害者就是自己。这个人因为心思杂念太多，无法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肯定无法去及时的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往大了说，一个有权力在手的人，要是乱了自己的心，那么就很有可能祸国殃民。因此，定心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心被干扰，被迫动，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到静的状态。那么，一个已经被扰乱了心的人，又该如何回到静的状态呢？如果放在佛家，他们肯定会说，那就去摒弃杂念。但在阴符经这儿，他给出了一个听起来非常神奇的解决方式，即从万物中夺回。什么叫从万物中夺回呢？阴符经解释道，一个人的心过于杂乱，是因为他丢失了静。这个静没有凭空消失，而是被万物拿走了。因为世间万物总是保持平衡的状态，因此就该从万物那去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静。这也是说，修习者如果想要静心，就不要老是想着自己的心该如何静下来，而是要真切的去观察周边的世界，看看是哪里盗取了自己的静。当然，周边的世界是不会主动告诉你他盗走了静，因此在这个时候，人们就更不能表现得愈发急躁，而是应该沉稳地审视自己。这种审视其实就是仔细分析自己以往做事的时候，是不是有哪里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道。一旦找出这么个关键点，那么静自然而然就回来了。试想一下，当一个人能够自如地调整自己的状态，还能缓解自己与周边世界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了。从这里其实也可以发现，阴符经强调的定心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修行，还旨在调和人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它的格局确实是不一般，这也足可以见古人的智慧有多么高明。说到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永远都找不出绝对正确的且唯一的答案。但阴符经却可以给予一种别样的视角，让我们去重新审视自己、他人乃至世界。古人的修行听起来玄幻，但实际上把这些妙理看作是修身养性更为恰当。毕竟人生在世，有什么比身心健康更加宝贵的呢？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